喂，妈，有事吗？没事，就不能给你打电话啊？哎呀，能，下班了？刚下班，才到酒店。怎么今天下班这么晚？今天，哎呀，案子有点复杂，事情比较多。什么案子啊，这么复杂？给我讲讲呗。就是我们那个，哎呀，还是算了，讲起来太麻烦了。吃了吗？还没呢，路上点了个外卖，应该快到了吧？点的什么呀？螺蛳粉儿。那个太辣了，你有口腔溃疡，不要吃辣的东西。哎呀妈，我口腔溃疡早好了。你别老点外卖，不健康，那都是用地沟油炒的，吃多了会得癌症。不是妈，现在哪有人做菜用地沟油啊？你都听哪说的呀？新闻上说的，你又不是没看到。不是妈，你还是少看点电视吧啊！你别老电视说什么你就信什么。再说了，我现在是在出差，又不是在家里，那我不吃外卖我还能吃什么呀？那还不是怪你自己。我给你找的工作又清闲又有保障，每天还能回家吃饭，不是你自己要辞职的。我都跟你说过很多回了，我不喜欢那个工作，工资就那么一点吧，领导还只会欺负新来的。我要是再在那干下去，我整个人都要疯了。你就是眼高手低，说我给你安排的这不好那不好，你看你四哥，又看我四哥。人家美女学历高，毕业了就回家考公务员，现在房子车子都有了，你四嫂还给他生了个二胎，他才比你大几岁。你再看你，连个女朋友都没有。哎呀妈，我觉得吧，我现在正是搞事业的时候，对吧？你看我这事业8字还没一撇呢，我拿什么成家呀？你再说了，我还年轻啊，成家的事先不着急。你都30啦。哎，27好不好？怎么30了？虚岁不30了吗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么大的时候啊，你姐都上小学了。古人都说了，成家立业，成家立业，先成家后立业。你有了家，才有动力去奋斗嘛。儿子，我跟你说，找对象的事你给得上点心啊！我就盼着你能给我找个儿媳妇啊，让我早点抱孙子。行。哎，对了，陶然他妹妹不是最近总找你吗？她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？你说淘对我有意思啊？你笨呐！人有事没事往咱家里跑，说天天微信上找你找不到，非要人家亲口跟你说，你是男人嘛，主动一点，人家是女孩子不好意思开口。我觉得吧，淘这孩子不错，人也漂亮，你可以试试。不是妈，我为什么非得跟淘试试呢？你不要眼光太高，淘虽说矮点，不过在咱们这小地方，他算是不错的了。你就没想过，他哥跟你关系这么好，让陶然在他妹妹面前多给你说说好话，我就不信你俩成不了。我一直拿她当妹妹的。你看你这说了什么话？我说什么了？难道你一辈子不结婚？不是妈，我不结婚又怎么了呀？不结婚就是不行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反正这2年你就得给我结婚，我要抱孙子。我一个人把你养这么大，总得见点成效吧？不是妈，你这话还有理没理了？喂，喂，干嘛呢，陶大医生？加班呢，还能干嘛？忙吗？不忙，就值班室坐着。哎，
那我问问你啊，怎么你天天加班啊？啊，上次给你打电话你也在加班，你同事都不加班吗？哎，他们班都全让你给加了。上次归我值班，今天是帮同事代班，他相亲去了。哎，你看看啊，你同事都知道相亲去，怎么就你还单着呢？你不也单着吗？我记得你好像母胎 solo 吧？我好歹还谈过女朋友，你好意思说我？哎，不是，怎么又把话题扯到我身上来了？陶然同志，请你正视你自己的问题。李思琪同志，我有什么问题？你不会还没忘了你前女友的吧？啊？说什么呢？我看自从他把你甩了之后啊，你辞掉了上海大医院那么好的工作，回到咱们这个小地方了，还一直单到现在。哎，你不会真打算一棵树上吊死吧？啊？你别瞎说啊！我说你心坎里去了是不是啊？行了，你就别纠结我单身的事儿了，咱们换个话题行吗？换个话题，行啊，你想聊什么呀？什么都行。什么都行。哎，那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还在等他呢？滚！哎，不是，跟你开个玩笑嘛，你生什么气呀？我说你是不是闲得慌？你回家了？还没呢。你怎么还没回来？昨儿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要出差调查一起交通事故。你还没弄完？刚弄完。我记得昨天你跟我说，你们公司有个客户开车把过马路的老太太给撞了，是那事儿吗？对，就那个。结果怎么样？结果还好吧。哎，那老太太伤的倒是挺重的啊，不过好在车主及时给她送医院了，还给她垫了医药费。哟，那这哥们儿人挺好。他本身又没什么过错，我们保险公司全额理赔啊。那怎么会花那么长时间？还说呢，那车主打电话找到我们保险公司理赔，那老板就把这事交给我来办了呀。结果我到那一调查，我发现什么？那老太太竟然是个碰瓷儿的，她故意往车上撞。那这种情况我们肯定不会给她办呢，所有的费用啊，就都得那个老太太自己承担。要我说，那也怪不得别人，谁让他非往车上撞呢？也不是这样的。那老太太吧，也是真可怜，穷的我都有点不忍心看了。家里还有一个40多岁得了急症的儿子，他碰瓷儿啊，就是为了给他儿子治病的。结果就因为不知道现在车上都装了监控，碰瓷儿没成功不说吧，还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。那老太太呀，在医院里一直哭，说她这辈子除了这次没做过一件坏事，她也没想到会这样。后来医生让老太太交手术费，老太太就说没钱，不治了。还不如去死。最后啊，还是那个车主替她垫了点钱做的手术。你说这老天爷对咱普通人怎么就这么残忍呢？我在医院工作这么久啊，越来越相信那句话了。什么？杀人放火金腰带，修桥补路无尸骸。杀人放火金腰带，修桥补路无尸骸，这都是命呢。是吗？我可不信啊。还是别说这个了。行。哎，思琪啊。怎么了？你最近跟陶陶处的怎么样？什么处的怎么样？不是，你俩不是在处对象吗？哎，不是，我俩什么时候处对象了？我自己怎么都不知道啊？没有吗？我看他可是天天找你啊，最近。不是。
我一直拿她当妹妹的，跟你一样吗？哦，我是看出来了，他有点喜欢你。哎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就没想过跟他试试？是你妹啊！啊？还真没这意思。试试嘛，感情是要培养的。要不要我帮你们撮合撮合？不必了啊。啊，行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啊，好，那你等我一下。啊，直接来这儿就行。来办公室。喂。啊，行。喂，突然。啊，抱歉啊，思琪，有病人来了，我得走了。啊，对了，你上次是在我们医院做的体检对吧？啊。要不等会儿我去体检科把报告拿来给你看一看。方便吗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，打声招呼就行。我是说，麻烦你帮我看报告。那有什么呀，就是几个数据而已。体检报告上的结论太简单了，我帮你看看其他参数，给你预防预防。哎呦喂，咱陶大医生也太厉害了啊！那行，那就有劳陶大医生了。呀，跟我谢啥呀？我走了。行，去吧。哦，对了，你小心点啊，别伤着自己。大哥，我是去给人看病，又不是找人打架。你还说呢？上次吧，我要没记错的话，你给一个脑袋被人开瓢的病人做手术的时候，你就把手给割了。那次是意外。你过生日那次，做菜又把手给切了。那次也是意外。哎，不是，你说你一医生啊，你不到2个星期之内，你犯了2次低级错误，真的，我都怀疑你这个假医生了。你就别拆我台了啊，我会小心的。行，去吧，我挂了啊。好。嗯。喂，是李思琪先生吗？是。我是美团外卖的，对不起啊，李先生。怎么了？我刚骑着拐弯的时候摔了一跤，把您的餐洒了，抱歉抱歉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那地方有水坑，夜晚光线不好看不到，可不可以请您再等一会儿，我再给您送一份餐，要是来不及的话，您看这样好不好？加我个微信，我把钱转给您，您千万不要打差评。我们现在正在考核业绩，一个差评我一天就白干了。那个，你人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啊，人没事就好。餐洒了不要紧，你也不用给我转钱了，我就当收到餐了。不行不行，这钱我必须转给您。你再这么磨叽的话，我真给你打差评了啊！千万别。行了，我带了泡面，你也早点回去吧。您真的不给我打差评？骗你干什么呀？谢谢谢谢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。没事儿，一顿饭而已嘛。那我挂了啊。先生，祝您用餐，祝您用餐愉快。愉快愉快。喂，干什么呢？吃饭呢。吃的什么？泡面。你怎么又吃泡面？没办法呀，外卖小哥把我的餐弄洒了。给他打差评。哎呀，还是算了，他也不容易。你就是心太软了，本来就是他的错，打差评怎么了？哎呀，好了，还是算了。太麻烦了，还得写原因。行吧。哎，你猜我刚才干什么去了？你干什么去了？我刚和我同学吃完火锅，就在之前我跟你说的那家店。
挺好的，我也挺喜欢吃火锅的。那要不咱俩下次也约火锅？不去，我吃辣光流鼻涕不好看。没事，我不嫌弃你。哎呀，你还是跟你这个同学去吧啊！他是大忙人，家里有个孩子把他拴住了，根本没时间。今天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我这闺蜜跟我同年的，孩子都3岁了，不像我，连个男朋友也没有，我妈还天天催。正常，那老人家都这样，觉得自己的子女要是不赶紧结婚的话，就得打一辈子光棍儿。哎呀，太正常了，你不听不就行了吗？主要是我也急。不是，哎，你急什么呀？你年纪又不大。可是我妈觉得我大呀，我其实也没太大想法，就是想让我妈高兴。那你这条件这么好，找个男朋友应该还挺简单的吧？哎，咱们这单身的男的还真挺多的啊。多有什么用？一个个普信男。不是，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呀？哥给你参谋参谋。我眼光也不高，找一个跟你差不多的就行。找我这样的还不容易，我这样的还不到处都是。你也太小看自己了吧？说真的，你算是很不错的了。哎呦喂，多谢陶大小姐夸奖啊，受宠若惊了。怎么，就真没想过找女朋友？我这啥也没有，还吃泡面呢，哪个女的愿意跟我呀？那可不一定，说不定我愿意呢。你可别开玩笑了啊！你找我那也太吃亏了吧？我也不见得能找到比你更好的了。哎，你看，你刚才还说我不自信呢，我看你比我更严重嘛！啊，真的，就像你这种条件的，想找什么样的找不着啊？你就这么不喜欢我？不是，咱俩不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觉得还行啊。哎，反正不合适就是不合适，我不值得你喜欢。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了？没有啊。那你为什么不愿意？我挺喜欢单身的，而且我现在工作这么忙，我也没时间谈恋爱。骗人！哎呀，真没有。你上大学的时候不也没谈？那时候总不忙吧？我记得你好像从来没谈过吧？我操，你不会是同性恋吧？不是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是同性恋呢？真不是？真不是，我性取向非常正常。那就好。我在大学见过几个 gay， 不男不女的，恶心死了。后面有一个得了艾滋病，说是在外面约炮染上的，就退学了。哎，你说 gay 是不是都喜欢约炮啊？这不脏吗？我又不是 gay， 我怎么知道啊？我想起来了，前段时间在微博上刷到一个热搜，叫肛门超市。哎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哎，我猜你也不知道。我当时点进去一看，简直大开眼界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脑子里都有画面了，我要吐了。我不跟你说了，你自己去搜吧。行，我还有事，我先挂了啊。
喂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你先做好心理准备。不是什么事儿啊，这么严肃？你最近有没有感冒？没有啊。那你身上有没有出现什么奇怪的红斑？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喂，不是你说话呀，怎么了？哎，你是不是想说我得了什么绝症、什么癌症晚期之类的，然后想看我害怕，最后再看我笑话？还不是陶然，我说你这医生是不是一天天你当的有点太闲了吧？啊？你说话呀！不是，我究竟得什么病了？艾滋病。我去体检科拿了你的体检报告，现在报告就在我手上。你没骗我？白纸黑字写着呢，我不可能骗你的。你把体检报告拍过来给我看看。好，好，好，你等一下。不是，你这一大堆数据，我又不是学医的，我也看不懂啊。你冷静，思琪，你冷静。你看到 HIV 那一项了没？上面写了待复查，也就是说医院查出来你可能感染了艾滋病，需要将你的血液样本送到疾控中心再做进一步检查。喂，思琪，你有听我说话吗？喂，我在。就这么确定我得了艾滋病？基本上能确定。如果医院查出可能感染艾滋病，复查结果不是阳性的概率很低的，100个人里也不超过3个。这样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你自己再去买一份艾滋病试纸，你自己测一下，很简单的，20分钟就能出结果，准确率99%，试纸药店就有卖的，你现在就去买。哎，好，那你等我啊。好，我等你。哎，你等我。好。
喂，喂，思琪，你说我啊？按你说的做了检测，是1条杠还是2条杠2条。这试试应该也没这么准吧？这有可能错了呢。哦，对，陶然，试纸有可能错了呢。陶然，我真的得了艾滋病是吧？是。思琪，你先别着急啊。我不是很了解艾滋病，不过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我相信肯定有办法的。思琪，就算不能根治，也能把病情控制住。喂，思琪，喂。喂，思琪，你还好吗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，还是尽量朝前看吧。对不起啊，刚才没控制好情绪。哦，不，能理解。我知道现在问这个不是时候啊，这是你个人隐私。但是作为你的朋友，也作为一个医生，我也是为你好，希望你能理解啊。问吧。你知道现在年轻人感染艾滋病，主要都是给。我没有歧视的意思。是的。同性恋不是病，性取向也是天生的，你们只不过和大多数人不同而已，我是这样理解的。哦，思琪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不会跟任何人说你的事的。但是作为医生，我建议你给你身边的朋友打个电话，让他们也做一下检查，看看是不是谁或者谁传染给你的，让他们也做好防护，要不然还会传染给其他人的。思琪，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随时找我，能帮的我一定帮。你照顾好你自己，不管怎么样，答应我，思琪，一定要好好生活。喂，请问是孙建军家吗？爸爸的电话。
喂，请问您是？我是孙建军他爱人，您是？我还以为打错了。他在卧室，手机扔客厅了。能麻烦您把手机给他吗？有事儿？一点私事。有什么事儿您可以跟我说，一会儿我告诉他。还是麻烦您把手机给他吧，有的事儿需要跟他单独说。哦，好，你等一下，我这就把电话给他。你有病啊！你给我家打电话，你刚才说什么了？你不跟我说你是单身吗？我怎么就不是单身了？除了你之外，我有别的男人吗？我刚才接电话那个是谁呀？你他妈连孩子都有了，你还骗我！你别这么无理取闹行吗？啊！你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，怎么着我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吧？我要是跟别人说，别人怎么看我呀？孙建军，你真他妈是个畜生！是，好，我承认啊，我骗了你。反正我现在已经结婚了，你要是能够接受呢，咱俩就继续；接受不了，咱就一拍两散。别那么下作，往我家里面打电话。以前我真是瞎了眼，我没发现你是一个这么恶心的人。你骂够了没有啊，大哥？没什么事，我先挂了啊。反正你报应也来了，我得了艾滋病，是你传染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得了艾滋病，是你传染的，听懂了吗？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你就自己去买一个艾滋病试纸，药店就有卖的，20分钟就能出结果，一查一个准儿。喂，我是孙建军他爱人，咱俩刚才通过电话。我知道。我把你电话记下来了。我老公刚出去，我想问你个问题。问吧。孙建军同性恋是吗？你想听实话吗？是，他是。你跟他是那种关系？和你打电话之前是，现在不是了。你不觉得破坏别人的家庭很恶心吗？不是，骗你的是孙建军，又不是我，我也是被他给骗了呀。他跟我说他是单身，我不知道他已经结婚了，我做错什么了？你们既然不喜欢女人，为什么要找女人结婚？为什么？又不是所有都会找女人结婚。你们嘴里就没有一句真话？真不是。都没有。都没有。你我最近一直在吃抗抑郁的药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活着没有意思。无论我怎
不会碰我，我是他老婆呀。我想要一走了之，可是丹丹还那么小，她为什么要出生在我们这样的家庭？你没事吧？我学过心理学，你要是愿意相信我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怎么办？把想说的都说出来，说出来就会好受很多了。哦，你放心，我会替你保守秘密的。真的？这是我们的职业操守。那，你和孙建军是怎么认识的呀？相亲认识的。当时领导看我年纪也不小了，就把他朋友，就孙建军，介绍给我。我当时觉得他是一个挺好的人，我觉得他家条件也挺好的，我就跟他结婚了。我真的是蠢。你当时就一点都没发现他？没有，我那时候对同性恋根本就没有概念。我跟他结婚前也没有发生过关系，我这样说是不是不太好？哦，没事没事，你想说就说吧，没关系的。好。那结婚后呢？结婚后，我们也很少有。我第一直觉，我觉得他肯定是出轨了，我就翻他手机，没想到他竟然跟一个男的。我找他质问，他跟我说他会改的，他骗我说他们只是兄弟。当时就应该跟他离婚的，怎么可能会改呢？当时我怀孕了，有了丹丹，他确实也没有再跟那个男的联系了，对女儿也很好，我就原谅他了。你也真是。我一直觉得是我的问题，是不是我不够漂亮，我没有女人味，我不怕你笑话我，甚至去学片子上那种，可是没有用，我做什么他都还是不会碰我。你没做错任何事情，错的是孙建军。将来打算怎么办？离婚，带丹丹走。以后会好的。希望吧。现在好点了吗？好点了。那我……哦，对了，我得问你一个事情，比较重要。你说。你最近有没有和孙建军有过夫妻生活？
那就没事了。怎么回事？我得了艾滋病，是孙建军传染的。什么？哦，你放心，你不会有事的。真的吗？可是我每天和蛋蛋跟他一起吃饭。啊，你放心吧，放心吧，你和孩子都不会有事的。你要是实在不放心的话，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，不会有事情的。好吧。那你怎么办？我认命了。我刚才不知道是这样的情况，但是现在医学很发达，你的病一定能痊愈的。我没事儿。真的？真的，不用替我担心，啊。我希望你能快点好起来。我得挂电话了，我会跟他当面说清楚的。谢谢你。祝你幸福。再见。喂，我打了那么长时间都打不进来，你刚才跟谁打电话呀？跟你无关。你他妈是不是跟我老婆打呀？我说了，跟你无关。什么叫他妈跟我无关呢？那是我老婆。你有脸说吗？有你这么对老婆的吗？我怎么对她了？我对她还不好吗？我让她衣食无忧，我对这个家一心一意的付出，她有几个做到像我这样的？我有哪一点我对不起她？你不爱她，你骗了她。哎呀，爱能当饭吃吗？算了，我不想跟你多逼逼啊，这是我的家事儿。还有啊，我按你说的做了检测，我没得。什么？我就知道你背着我跟别人做过，幸好没传染给我啊！零就是零，哎。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呀？你别装了，什么意思？我跟你在一起这段时间，我可从来没出去约过啊！你得我没得，这不很明显吗？哈，可这跟我装贞洁烈妇啊！不是，什么叫我装贞洁烈妇啊？我跟你在一起这段时间，我也只跟你一个人。好，我让你做一下检测也是为了你好吧？啊，万一你得了呢？预防一下不好吗？你这次没得，算你走运，下次就不一定了。哦，对了，顺便跟你说一句，我刚才跟你老婆通过电话了，她说她要跟你离婚，你做好准备吧，到时候找一个好点的律师。李思琪，我操你大爷！你他妈给老子等着！你他妈给老子等着！我等着。
是思琪吗？是。怎么突然打电话给我？找你有事情。会不会说完你就像以前一样再也不理我？我问你个事情啊。你先听我说，我给你打过很多次电话，真的，我给你打过很多次电话，你都打不通。给你发微信申请，你也不通过。我把你拉黑了，看不到。我知道我做错了，我对不起你，但是咱俩分手了之后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吧？啊？你当时说两个男人在一起没有好结果，你要结婚，你要生孩子。你知道你当时说的那些话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咱们俩这么长时间的感情就是一个笑话。你现在你又……不是的，你听我说，我那样做是有原因的。那时候我爸癌症晚期，活不了多久，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盼着我成家。然后呢？我以为我可以爱上一个女人，可是我爸过世后，我就跟我妈说了我的事，虽然她不理解，但还是接受了。挺好的，恭喜。我其实一直没放下你，思琪，跟你分手后，我一直单身到现在，好多人追我的，我都没答应。有个玲追我追得特别凶，但是她太娘了，根本受不了她。再给我个机会行吗？不必了吧？你也知道你是我初恋，我看到你第一眼我就喜欢上你了。你知道你答应我那天我有多开心吗？不是，你说的我差点就信了。你怎么不说你天天在网上跟人家聊骚、约炮，你都忘了？那是年纪小不懂事，我心里真的只有你一个。你觉得我还会信吗？我已经改了，我真的不会再约了。你听我说，我已经出柜了，我可以带你去见我妈，我会跟所有人公开咱俩的关系。好了，你是在跟我复合是吗？对呀。那你要不要听听我说什么？什么？我得了艾滋病。不是什么？要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？而且我觉得很大的可能是你传染给我的。你开什么玩笑？到目前为止，我只跟你还有我前男友发生过关系。我刚刚叫他做了检测，他没得。那现在最大的可能就是你了。你是说我也感染了艾滋病？我不知道，所以才打电话来问你。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个检测。怎么查？你去药店买一个艾滋病试纸，20分钟就能出结果。你等一下。不对啊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喂。喂，我刚按你说的去查了，我没得艾滋。什么？你的病不是我传染的。其实我刚才是骗你的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我挺喜欢他的。你看你这种情况，咱俩要不还是别联系了？行。那我挂了。喂，哪位啊？喂，阿老板，我思琪。哦，思琪啊，怎么这么久没来？我最近比较忙，没时间去。阿老板，我想找你打听一个事情。打听个事儿，什么事儿啊？
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去你酒吧，有一个男的找我搭讪，后来我喝醉了，他把我扶出去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，当然记得呀。安老板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认识这个人吗？你俩没留个联系方式啥的呀？没有。嗨，他呀，他叫高虎，我们都叫他虎子，是酒吧常客。你找他有啥事儿啊？安老板，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？有，当然有。那安老板，那你把他的联系方式那安老板，等一下你把他的联系方式发给我吧。行，当然可以啊。安老板，我想问一下，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他呀，他算是比较开放的那一款吧。哎，你是不是看上他了？没有，安老板，你误会了。你先听我说，思琪，虎子是我发小，他这个人吧是有点玩世不恭的。他小时候父母离婚，两边都不要他，没人管，所以才成现在这副德行。但是他本性真不坏。去年我做生意赔了，欠了一屁股债，你知道的吧？问周围一圈朋友借钱，没一个借给我，只有虎子二话不说，直接掏了10万块。他这么多年一直在浪，我也想我这位好兄弟能够定下来。思琪啊，你人是真不错，要是你真喜欢他，你就先忍忍他那臭脾气吧，算是我提醒你啊。安老板，你真误会了，我找他是有别的事情。那行吧，我也不多打听了，记得常来啊。哎。不是，你们这些搞推销的烦不烦呐？老子这把差点就吃鸡了，我不买保险，不贷款，也不投资商铺，你们找错人了。请问你是高虎吗？你们是从哪儿搞到我的个人信息的？你误会了，我不是搞推销的，你的联系方式是我问 Station 酒吧安老板要的。对不起，误会了，原来是老安的朋友，怎么称呼啊？我叫李思琪。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高虎，今年30岁，现在在干健身教练，体脂率11%，平常最喜欢做一些篮球我给你打电话不是来干这个的。那你打电话干什么？我给你打电话是想问你，你还记不记得上次你去 Station 酒吧搭讪过一个人，后来他喝醉了，你给他送到宾馆，你还记得吗？哎呦，你说谁呀？这种人太多了，我哪记得？就是那个，她说她男朋友要跟她分手，回去跟女人结婚那个。有印象，想起来了啊。我就是那个人。我给你打电话是想问你，你那次把我送到宾馆之后，我们两个有没有？你都忘了？不是我完全不记得了，我只记得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头特别疼，而且我醒来的时候你已经不在了。哎呀，可惜了啊，我当时表现那么好。不是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怎么，你当时不也挺主动的吗？我喝醉了，
我真的醉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要不再约一次？我说了，我给你打电话不是来干这个的。那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我给你打电话是想告诉你，我得了艾滋病。我操！我操你妈的！你这么张嘴出来玩什么玩啊？啊！不是你把病传染给我的吗？我从来都不约，不是你还能是谁啊？你怎么那么确定是我传染给你的呢？啊，我又没得。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自己去买一个艾滋病试纸，自己查一下吧。可是我那天戴套了呀，我。喂，我刚才做了检查，对不起。真的是你？是。我的艾滋病也是你传染的？是，但我那天我真的带了呀，对不起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我现在就是杀了你有什么用呢？对不起。你是怎么得上这个病的？被人恶意传染的。谁？一个母莲，我只有跟他做的时候没有带套。为什么不带？我本来想带，可是他说他不喜欢。他不喜欢你就不带？是我的错。但你听我说，结果出来之后，我第一时间给他打电话，他承认自己有艾滋病，也是别人传染给他的。他觉得是别人害了他，就想着报复社会。我估计已经有好多人都被他传染了，我是第一个向他确认的。还有这种人？没办法，艾滋病是个人隐私，只要他不公开，谁也不知道。他这人还特别恶心，有一次被人打到了脑袋开瓢，算他妈活该。不是，那就由着他这么祸害人吗？我有个朋友是律师，他说在这方面的法律还不完善，就算我去法院告他，也不一定能让他坐牢。我朋友说，小案看关系，大案看舆论，只有把事情闹大，才能把他关进去。我准备去找媒体，我要实名曝光他。那这样的话，你不是也被曝光出来了吗？可不这样做，还会有人继续被传染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，是我把艾滋病传染给你，这就算是赎罪吧。那个人渣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徐坤。我好像在哪儿听过这个名字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得跟你说声对不起。对不起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挂了。喂，妈。
有件事儿，我一直憋在心里10几年了，现在我想告诉你。还挺正式，说吧，啥事儿啊？我怕你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。有话就说。你说你是大半夜的把我叫起来，发生什么了？妈，我喜欢男的，我是同性恋。你是说电视上说的那种同性恋？是。真的？真的，我真是同性恋。我这么长时间之所以不谈恋爱，就是因为我喜欢男的。我现在把这事告诉你，也是希望你能接受我。儿子，你是不是在外面上大学被人带坏了？男的怎么能喜欢男的？要是能喜欢女孩的话，谁愿意当同性恋呢？我也不想喜欢男的呀。可是东西它出生就定好了，不是谁把我带坏了吗？我天生就是。你怎么会呢？你小时候还要跟我说哪个姐姐好看呢？这不一样吗？我又不傻，我当然知道哪个女孩好看了，可知道又不代表喜欢。是不是我对你太严了？世上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跟我一样的，有的是温柔贤惠的。你不要因为跟我赌气就去当同性恋啊！我没跟你赌气呀，妈，我是同性恋，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这也不是你的错。可咱们家祖祖辈辈从来都没出现过什么同性恋，没那个基因啊！同性恋不是遗传吗？你要我怎么跟你解释呢？同性恋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，现在每100个人里面就有3个是同性恋。你说有那么多同性恋，怎么我身边一个都没有？我没读过书，你别骗我。你身边没有是因为大家都藏起来了。中国还是一个很保守的社会，同性恋是要被人歧视的。你像人家欧美就不这样，很多国家都允许同性恋结婚呢。你这是病，儿子。明天我带你去看医生，咱们把它治好。这不是病吗？不是妈，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过，医生说这不是病，你总信了吧？我只是和大多数人的性取向不一样而已啊。胡说！你就是在找借口，你就是不想把自己治好。这真不是病吗？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我很正常吗？你得相信我呀。可是人人都要结婚的呀，你喜欢男人，怎么结婚，怎么生孩子？别人会怎么看你？只是在中国不能结婚呢，在欧洲，在美国，甚至在台湾，很多地方都允许同性恋结婚的。况且人为什么非得结婚呢？不结婚不也可以过得很好吗？你看社会上有几个不结婚的？你身边又有几个不结婚的？没有不代表不行吧？就是不行，你不结婚，没孩子，等你老了，谁给你养老送终啊？不是，所以我才努力工作挣钱呢。等我老了，我可以请保姆，我还有退休金，我总不至于饿死吧？别人会怎么看你？你朋友会怎么看你？亲戚怎么看你？人家会戳你妈我脊梁骨的。我已经跟我好几个朋友都说过了，他们都觉得没什么，我们现在还是好朋友。那至于亲戚怎么说，我也管不着。但是你是我妈，你得理解我呀。我怎么理解你？你是在把我往死里逼呀！你就不能试着和女孩在一起？能试的我都试了。你先结个婚不行吗？到时候再要个孩子，你不就和正常人一样的吗？不是，我不可能这么做呀，妈。你说什么呢？
不是谁家的孩子不是肉长的呀？人家的闺女就忍心让你这么糟蹋？哎，那我问你，那要是我姐嫁的是个同性恋，你愿意吗？我把你生下来，是希望你传宗接代，我不求你大富大贵，平平安安就好。完了，全完了！完什么了？我还是你儿子呀！我儿子不是同性恋，除非你改。妈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接受我呢？让我做我自己不好吗？你走错路了，儿子，我是在为你好。你为我好，为什么不能接受我呀？话我都说完了，你好好想一想吧。你要是不改的话，就当没我这个妈。不是，你们没有你这样的。喂，喂。喂，你查出来谁把艾滋病传染给你的吗？查出来了。谁？一个一夜情对象。不是，那天我喝醉了，你们约炮不带套吗？他说他带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就……我跟你直说吧，我刚才给自己做了检测，阳性，我也得了，是你传染的。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不可能？上次我过生日把手切了，你用嘴帮我处理的伤口。我不是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啊，不是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自己得病了。你让我恶心，李思琪。不是我说你们就这么喜欢乱搞吗？我告诉你，艾滋病就是你们的报应。对不起，你自己乱搞就算了，你为什么要传染给我呀？不是，我不是。你都得病了，你还不是？我不是，我真不是。那天我喝醉了，我不知道自己得病了，要不然我不会用嘴帮你处理伤口的，你相信我，当然。滚！李思琪，滚远点儿！你别让我再看到你。喂，陶然。喂，是我，你干嘛今天跟咱妈说你的事儿？我今天说怎么了？之前咱俩不是约好你不跟咱妈说瞒她一辈子吗？刚才妈哭着给我打电话，说你告诉她你是同性恋。是。你有病啊！你不知道妈的身体状况，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，李思琪。当时我怎么跟你说的？我说咱妈肯定接受不了。你可以行婚，也可以做试管，只要是能给咱妈留点念想。当时你可答应了。那你还想要我怎么样？姐，难道你要我一次性告诉妈，我既是个同性恋，我又得了艾滋病吗？你得了艾滋病？
刚查出来的。不会弄错了吧？我真得了。现在有没有办法可以治啊？没有。思琪，你在哪儿呢？我过去找你。不用了，姐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，我先挂了。喂，李思琪，你得了艾滋病。是。我哥的艾滋病是你传染的。是。我真恨不得杀了你！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恶心，还骗我说你不是同性恋？对不起，让你难受了。你自己乱搞就算了，你为什么要祸害我哥？不是故意的，请你原谅我，向你道歉。道歉？你道歉有个屁用！你怎么不去死？对，我你赶紧去死吧！同性恋都该去死！好，我马上就去死。没什么别的事，我先挂了。喂，哪位？我还想你是谁呢？我是王玉晨他老婆，是你给我老公打电话？你是不是在勾引我老公？我告诉你，臭婊子，我老公只爱我一个。滚！操！喂，我在开车，不方便发消息。哦，没事。还记得我吗？昨天处理车险的那个，我留了你的电话。您是对我们公司的处理方案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？没有，我很满意。我们公司的信誉还是有保障的。不只是公司，还有你这个人。我看你第一眼就觉得你挺靠谱的。您过奖了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有什么事情吗？没什么，我刚把车送去检修了，汽车店说没什么问题，我就又开出来了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来找你。找我干什么？你是 gay 吗？是。我猜你就是。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一般人看不出来吧？哪个直男会穿带大 logo 的紧身内裤啊？你什么时候看见的？撒尿时偷瞄的，
那你是1还是0啊0。你呢？0.5偏0，也可以做1，都能商量。你女朋友呢？你不是带她来的吗？我把她送回家了。你是双？不是。你和你女朋友平时做爱吗？不做，我连亲她都不亲。我说我反对婚前性行为，她还觉得我是正人君子。哼。她就一点都没怀疑？没有，她特别单纯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你怎么回事？老是打听我的事干嘛？没什么，我想了解了解你。一会儿有的是时间了解。那现在你能告诉我你在哪儿了吗？光明路有一家公寓酒店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以前去过。那我到了给你打电话。哦，对了，你那儿有套吗？没有。那我去买？不用吧，又不会怀孕，怕什么？我还以为你介意呢，我也不喜欢戴，都没感觉。我也是。你别看我这样啊，其实我很少约的。我也是，这是我第2次。不是吧？真的，我上一次还是在……你等一下啊，我还有点事情，我一会儿给你打回来。喂，是我。知道，我存了你电话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俩上一次是什么时候？上次？哎，就那什么。这我哪记得呀？我要知道那天的准确日期，这很重要。行，我得查查微信消费记录。哎，快！查到了，是6月14号。6月14号，6月14号，这就对了。哎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确定我们俩戴套了？确定啊，我这里有那天买套的消费记录，咱俩没亲，也没有口。没有，那天我牙疼，你更懒，连动都不想动。套也没破？没有，要是破了我早就发现了。你确定你的艾滋病是你那个炮友传染给你的吗？确定啊，我跟其他人做都带，我就跟他没带，有一次还搞出血了，这不是他是谁啊？好吧，我的艾滋病不是你传染的。不是吗？不是。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这事儿说起来太复杂了，我一会儿再给你回电话啊。喂，你还有脸打来？涛，你先听我说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什么不是那样的？不是，你先听我说完。我现在我给你哥打电话，我联系不到他，
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，你帮我转达给他好吗？你还说什么？有什么好说的？哎，不是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你要不要脸呢？哎，你先听我说完行吗？我打电话给所有和我发生过关系的人，就3个，我让他们检查自己到底有没有得艾滋病，只有1个人的结果是阳性。我算了一下日子，你哥那次切菜把手切了，我帮他处理伤口那天是他生日6月6号，而我和那个艾滋病人发生关系的日子是6月14号。哎，那天我喝醉了，但是他告诉我说我们那天戴套了，几乎不可能感染。就算是他把病传染给了我也不可能传染给你哥，时间对不上，你明白吗？我不可能在还没有感染艾滋病的时候就把病传染给你哥，你听懂我意思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不是你还会是谁？我哥又不是同性恋，你是不是还想说你的艾滋病是我哥传染的？我说的都是事实啊！艾滋病又不是只有同性恋才会得，是个人都会得的呀！滚，去死吧你！喂！喂，司机，是我。我刚才给你打电话，打不通。我把你电话拉黑了，对不起。你要有事你先说。还是你先吧。好，我要跟你道歉，对不起。刚才我在气头上，是我没弄清楚。我现在查清楚了，刚刚我们医院收治了一个病人，血检发现是艾滋病。你还记得吗？我之前给那个被开瓢的病人做缝合，手术的时候把手割伤了。记得。他就是那个病人，我的病是他传染给我的。我要跟你说的也是这个。我和那个人发生关系的日子，在给你处理伤口之后，你的艾滋病不可能是我传染的。思琪，我还有一件事想告诉你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什么？我觉得你的艾滋病可能是我传染的。啊？为什么呀？那段时间你不是口腔溃疡吗？你用嘴帮我处理的伤口，病毒可能就是从你口腔的伤口进入的。也不一定吧，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呢。你想多了吧？思琪，我……好了，你也不是故意的，我要怪也只能怪那个人。一般做手术之前都会血检的，但是那次是急诊，来不及做，他也不告诉我。要是知道他有艾滋病，我及时吃阻断药，也不可能感染的。怪不得这种人会被打。他叫徐坤，你听说过他吗？他叫什么？徐坤。啊？怎么了？我跟你说的那个人，他的病就是徐坤传染给他的。啊？他就是在报复社会，他觉得别人把病传给他了，他也就要把病传给别人。怎么还有这种人呢？就是他这种人，让别人觉得同性恋就是一群乱搞、到处传播艾滋病的人。对不起，思琪，我刚才也这样骂了你。你和他们不一样。你当时就不应该用嘴帮我处理伤口。你要是不这么做，你也不会得病的。两个大男人，挺别扭的。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可是我是直男。我知道，很小的时候吧，我
我就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。身边的男孩都喜欢女生，偏偏我喜欢男生。看电视的时候也更喜欢男主角，就连做梦，梦见的也都是男人。你就这么肯定？刚开始我肯定不想承认啊，但后来我发现自己又不得不承认。那段时间，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恶心的怪物，活着就是浪费空气。后来实在忍受不了了，就吞安眠药自杀。啊？后来呢？没死成呗，被同学发现，送医院洗胃救了回来。那是在大学的时候吧。后来学校怕我再出事情，就派了一个心理学系的教授来给我做心理治疗。哎，我真的很感谢那个教授。要是没有他的话，我可能已经不在了。我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对心理学感兴趣的。再后来，慢慢的接受了自己的身份。哦对，我还把这个事情跟我姐也讲了。后来我发现，其实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可怕。本来也没那么可怕嘛。没那么可怕，你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啊？我开个玩笑嘛，你看看你。思琪，你为什么喜欢我？我为什么不能喜欢你啊？我没你想的那么好，我这人一大堆毛病，情商也低。我知道。你这样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。那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。好。哦，对了，你刚才说徐坤在你们医院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呢？先把手术给做了吧。那将来呢？将来，我应该当不了医生了，这估计是我最后一台手术。我真的崩溃了很久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想通了。我想继续读博，做艾滋病方面的研究。兴许哪一天，就是我把艾滋病攻克了。会有那一天的。思琪啊，你也别太担心，我查过了，现在艾滋病存活率比以前高多了，活到70岁都没问题。是吗？我还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死了呢。你说什么话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世界上已经有好几例完全治愈的病人了，要对医学保持信心。既然想活，就得好好活着。好。说起来，你还记得你今天给我讲那个老太太那个案子吗？我想啊，好人不一定有好报，但是总不能没有好报就去做坏人吧？已经是昨天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个事儿。什么？有点急，回聊啊。行，你忙。哎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喂，刚才怎么挂的这么急啊？刚才有点事情，你到哪了？我快到了，你现在还在酒店吗？你别来了。怎么了？我不想约了。
别呀，我好不容易才来一趟的。你就这么喜欢？欲望来了，各取所需而已，又没犯法。你在外面跟男人约，还骗你女朋友，你觉得这样好吗？不是，跟你约个炮怎么废话这么多啊？我又不是让你来给我上课的。我说了，我不约。不是，我他妈一个零都愿意为你当一了，你还想怎样？一句话，约还是不约？不约。不是，早说啊！操，害老子开车开这么久，我要打电话去你公司投诉你。请便吧。喂，哎，你好，我是昨天上午处理你们交通事故的那个保险调查员。啊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儿吗？请问，您男朋友在您身边吗？不在，他回家了。你找他有事儿？等会儿我给你发一段录音，是有关你男朋友的。希望你在听到这段录音之后，能够重新思考一下你和他的关系吧。他是 gay 吗？你听了录音就知道了。好。没事，时间还早，你还可以再睡一会儿。不早了，天都亮了。